澳门路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，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，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。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，固执地守望着大海。2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，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便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。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，渔业鼎盛时期，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，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渔获。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。疫情好多，4、5月份開始咧，成晚做到天光都冇得瞓啊！好多魚啊，一隻船都超過10幾擔魚啊！整晒埋嚟交俾我哋咯。即係佢揾個大木箱，床上一百斤嘢嘅，就擁住佢睇唔到嗰條魚嘅，即係咁叫床生拆鹹魚。係啊，路環係全部啲生拆鹹魚曬乾啲。喺香港咧就嗰條魚就乾爽靚啲，好多澳門街全部醃水嘅，因為冇地方曬啊嘛，醃咗嘅擎乾水咪買啦。70年、60年代嗰陣叫生炒鹹魚咧就係咁做啦。曬完咧又要反嘅喎，一日反3、4次噶嘛。你唔反上邊就乾，下邊就唔得噶啦。好多功夫㗎做鹹魚唔係咁輕易。我哋咧曬夠乾先賣，寄喺香港西營盤啦，有時喺外國都有啲人幫我咧買嗰啲馬友去第2次國家嘅。魚在烈日下淬煉個3、4天，直到海風抽乾最後一絲水分，魚身逐漸收縮出坑紋，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澤，魚肉緊實如木，才算完成了將鮮味封存的日光浴。晒好的鹹魚，加點薑絲清蒸，便是海邊人最好的下飯菜。張英夫妻俩至今依舊保留着每天吃鹹魚的習慣。夫妻俩自小在路環相識，2家世代都以海為生。20歲喜結連理那年，2人把漁家手藝搬進了街邊小店，這店一開就是60年。好中意碼頭玩啊！細個以前路環嗰度好多船拋嘅，幾百幾隻船啊，百幾號船，拋到滿晒，拋到7，全部冇魚攞啊！而家升微，冇人做魚上。上世紀中葉，路環的漁港曾泊滿300多艘漁船，荔枝碗造船廠的敲打聲日夜不息。時過境遷，捕魚已不再是生計必須，魚籃店也從13家縮減到3家，漁村的喧囂漸漸成了路環島的記憶符號。如今，魚籃承載的功能與舊時不同，主要以便於攜帶的乾貨為主。見證過起落的夫妻倆依舊堅守在路環。店內一角的老照片，繁忙的漁港不在，但夫妻倆仍在櫃台前忙碌。暫時冇咩事，有能力做得做下先咯。仔女暫時都唔會接受，行得走得做多幾年咯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內地的鹽還得憑票供應，鹹魚既能補充鹽分，價格也實惠，成為澳門人返鄉探親的硬通貨手信。係因為做緊嗰行，嗰條魚靚唔靚，嗰條膠得唔得都知㗎。好多熟客咧，喂，最緊要實際靚又唔我哋價錢咧又適中。即係開咁耐都有啲買開頭啲熟人啊朋友都係翻嚟買㗎咯。香港間中有啲人買，遊客會多啲，本地人都有。潮起潮落，魚籃依舊屹立海邊，懸掛的銀白色魚竿在鹹腥海風中述說着澳門人與海的故事。
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，不仅渔业式微，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。大場係最鼎盛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延綿差唔多有成600米嘅一個直徑闊度。咁起步點咧就喺個佑威大廈，一直拉到過嚟，我哋今日企喺呢個位置。呢個海邊基本上嚟講咧，就係冇任何建築物咧，就所以由朝頭早11點咧就開始有太陽曬落嚟咧，一直曬到夜晚日落為止都係有太陽嘅。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，咁當年好多遊客啦、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泊完船之後咧，去我哋嘅鋪頭喺10月初5街啦，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，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，或者買我哋嘅涼果去落翻船度。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，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。老一輩都知道，這裡曾是同義百花魁的大曬場。當大醬油已經成為都市人遙遠的童年回憶，澳門依舊保留着屈指可數、堅持古法釀製的醬園。誕生於光緒29年的同義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間。我哋以前喺澳門讀書嗰陣時，放學就翻去個曬場嗰度玩咯。以前咧就會偷食佢哋啲糖蓮子啊。現在，同義百花魁已經傳承至第4代，雷民強和呂雅珍作為其中的管理者，仍舊堅守着這個有着122年歷史的老品牌。同義生產的醬料在澳門可謂家喻戶曉，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。本地人如果家有添丁之喜，就一定會到同義買甜醋包豬腳薑派街坊。同義是醬料，意為大家得意；百花魁則表示百花涼果之首。最廣為人知的是包裝特別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薑。這可能是澳門最名不副實的懷舊零嘴。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氣飄飄，其實和桃子毫無瓜葛。老澳門人都知道，這酸中帶甜的開胃蜜餞就是北杏。而有着結實雞肉狀式包裝的精神薑，更是讓人雲裡霧裡。每天，同義百花魁位於新會的工廠都要根據季節製作不同的涼果。用鹽醃製1周的生薑，辛辣刺激感減弱，細胞結構被破壞，原本脆硬的薑肉變得柔韌有彈性，切成小塊便是製作精神薑的原料。用水充分洗淨雜質，是精神薑繁瑣製作工序中最簡單的一環。師傅至今堅持全程手工操作。嗰個係甘草水嚟嘅，加啲鹽，再加啲白醋。尋晚已經蒸米好噶啦，煮咗3個鐘，開始落醬啦。給薑粒覆蓋上白糖，中和辛辣味，還得再煮上1個半小時。呢批薑好靚，我都早排用晒咯，訂咗批新嘅翻嚟啦，係嘛？哦，係啊。翻咗幾多啊？嗰批？翻咗30幾噸。30幾噸啊？係啊。都應該夠嚟緊過年準備嗰啲貨啦，係嘛？夠用嘅。煮好之後咧，就用個孔裝住佢啦，入去紅色間嗰度啦。放喺度要7、8日時間左右啦。經過糖漬的薑粒充分軟化，保留了薑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。在烘焙房烘上4、5天，果肉70%乾時便完成了。好吃不辣嘴，吃一口神清氣爽，精神薑由此得名。歷經100年風雨的百花魁從新會來到澳門，為了留住這份手藝，上世紀90年代又逐步將工廠遷回新會。我哋由以前喺澳門嘅生產嘅模式嚟到新會呢邊咧，都係用翻一個一模一樣嘅生產模式。初步嘅造型就係用翻我哋嗰個蟠桃果為一個主流嘅產品。
我就想重新去將佢嘅外包裝做成一個禮盒咧。同埋都建議我哋試下用一啲咁嘅獨立包裝啦。呢個就呢個我都贊成。咁啊，其實嗰陣時嘅設計，为了让老字號煥發生機，幾個接班人悄悄進行了甜蜜革命。貨架上出現的時尚包裝和老的產品比鄰而居。新潮包裝不能只遇見古早滋味，各類果脯、梅子等產品的種類也多姿多彩了起來。除了經典的精神薑、靈芝薑，新加入的薑的品類就有10來種。粵語裡涼果果脯稱之為鹹酸絲，不少已經成為歷史回憶的產品，是裝在店鋪玻璃缸裡的活化石，既是遊客尋找的澳門記憶，也是老鋪在新時代的生存智慧。喺當年能夠食零食嘅話，經濟比較條件好嘅，咁所以好多時對於遊客嚟講咧，就係話買啲涼果翻去送俾朋友，第一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咧，第二亦都係代表佢嘅生活質素有所提升嘅。百年風雨兼程，同意百花魁始終堅守着那口老醬缸的醇香。從露天曬場到現代化廠房，不變的是沉澱的歲月滋味。如今，當年輕一代接棒，他們用文創禮盒把涼果變成澳門手信，讓百年的甜蜜繼續浸潤這座城市的日常。涼果終究是生活富足後的點綴，而澳門這座鹹淡水交界的港灣，曾經的海產加工才是手信界真正的主角。在澳門手信史上，海味長期佔據出口產值榜首。早期的手信以海產和其加工製品為主，活蟹、鹹魚、蠔油、蝦醬都是當年最受歡迎的土特產。其中會動的伴手禮活蟹更是風靡一時的搶手貨。時過境遷，澳門早已沒有捕蟹船的蹤影，但街頭殘存的蟹欄招牌以及遊客必嘗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。澳門別稱蠔境、蠔江，鹿檔、橫琴、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蠣豐收的樂土。半世紀前，澳門內港有10來家蠔油店，可惜如今難覓當年盛景。同樣需要時間慢釀的蝦醬，也是碩果僅存。每天上午8點，71歲的潘錦超都會準時開店。如果冇雨頭嗰陣時，有好多烏蠅嘅，有太陽先拎出嚟嘅。等陽光灑滿門口的空地，一個個古樸的蝦醬缸被推出，接受太陽的沐浴。古法釀造蝦醬是花費時間、工序麻煩的細活，絕大部分蝦醬店都省略了曬這個步驟。等到上層蝦醬微乾，潘錦超得憑經驗適時攪拌。2個鐘頭、1個鐘頭啊！如果嗰啲太陽好慢啊，30幾度啊，你20分鐘又會搞。蝦醬製作並不是簡單的銀蝦鹽漬，只有通過日曬與不斷攪拌的方式，裡面的海水揮發，吃起來才沒有腥臭味。又一陣間要拗下佢啊，時間又溝舊蝦醬啊俾佢。你攞嗰啲舊嗰啲膠去搞下去，曬下去，俾佢嗰啲身啊靚啲。18年前，潘錦超為了照顧父親，從國外回到澳門，成為廣興隆第3代接班人。這間坐落在澳門檔仔的蝦醬店已有上百年歷史，陪伴了檔仔幾代人成長。阿爺係做鹹魚蝦醬，碼頭嗰啲船嚟到嗰做麥當勞㗎。到嗰船嗰啲我哋拉嗰啲貨落嚟啊，嗰啲一擔一擔啊，嗰啲魚啊，係咪嗰啲嘢？算佢係海啊，嗰個路啊，係咪係魚欄人啊，幫嗰啲船啊做嘢咁係。毗鄰大海，潘錦超的祖輩早期也以漁業為生，蠔油蝦醬只是副業。
历经沧桑，荡载由海岸变成陆地，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，广兴隆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，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產之地。多數係3個禮拜到1個月，明白睇下天氣點，係咪？如果天氣啱啊，快啲問得佢，你知道啦，得啦，又唔怕咁稀，又唔怕咁缺，唔使諗第二年點做。今年有本事做，冇人想做嗰啲嘢，你知道嗰啲嘢你係好辛苦做，有少少錢，係話你做嗰啲嘢你發達啦，幾蚊一樽。幾時先揾得咁多錢？又要好大地方先做得。来这儿买虾酱，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。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个中细节，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，一絲不苟。個蝦醬唔靚，你冇話俾我哋聽，唔靚都入啊嘛，我哋唔做嗰啲嘢。如果蝦醬唔啱、唔香、唔咗，我哋唔入。我有一啲人嚟買貨啊，嗰陣我話冇貨啊，佢話幾時我唔知道啊，睇下天氣先，個天氣啱，我哋有蝦做晒，係嘛？这份制作的用心，融入一瓶瓶装好的虾酱，成为大家走亲访友时最好的漁村風味。係要嚟送俾朋友啊！交嗰陣時，我哋時時話淨係廣東人識食蝦醬，係嘛？家陣唔係啦，家陣好多人，連埋嗰啲後生仔中意試下嗰啲嘢，試下撈啲，試下，所以家陣多啲人想食蝦醬。紫紅色的蝦醬散發着鮮美的鹹蝦香，鮮鹹度是普通食鹽的數10倍，聞着已令人食指大動。在粵菜烹飪中，蝦醬是無數鑊氣小炒的點睛之筆。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，以其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，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。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。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，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，鲜而不腥，肥而不腻，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。虾酱这个万能搭子，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，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。肉的焦香、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，鲜味叠加，回味无穷。100年过去，广兴隆用时光沉淀，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。呢個蝦醬花膠燜雞，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，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，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，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，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。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，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2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，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。曾为6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，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，創造出風味獨特的鴛鴦腸。因為佢葡國臘腸係鹹啲嘅，佢潤腸係甜嘅，所以釀咗落去咧就冇咁鹹又好食。而家可以切片攞嚟送酒，或者就咁食都好食。許多人不知道，這道鴛鴦腸中間用到的鴨潤腸，出自於澳門一間有着60年歷史的本土老字號臘味廠。與傳統鴨潤腸不同，龍天臘味選用新鮮鴨肝來製作，口感更軟糯鬆化。我哋用鮮鴨肝呢個工藝咧，係暫時嚟講香港同埋澳門啊，同埋廣州咧就係冇人做嘅。鴨潤本身嘅話新鮮係好難處理咯。
莫兆基是龙天腊味的第2代掌门人，曾去国外发展，因为对腊味难以割舍，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門。我9歲已經係喺呢度㗎啦，就開始幫爸爸媽媽手，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。而家臘味嘅話咧，喺澳門設有工廠嘅話咧，就只有我哋一間嚇。趕工㗎啦，趕工啦！而家這2年，莫兆基開始培養外甥朱建聰成為第3代傳承人。再補多。嗱，我哋依家做緊呢隻咧就係頭抽切肉上腸，咁就係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。我哋就係用咗頂級嘅天津玫瑰露啦，同埋最靚嘅頭抽豉油去做嘅。咁呢隻天津玫瑰露咧，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，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，咁再去醞釀2年咧，先可以成酒嘅。嗰個味道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香嘅。一程玫瑰露咧，大概係42斤到啦，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到。係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-4千蚊到嘅。自家經營鮮肉批發的優勢，讓龍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證品質。製作臘腸的腸衣，則必須是經過反覆晾曬、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腸衣。食出嚟個韌性咧，同埋嚟講個咬口咧，即係嗰個感覺係唔同啲嘅。其實我哋做臘腸嘅工藝咧，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。最緊要嘅就係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，咁食出嚟嘅味道就係一定係最好噶啦。這是傳承100年的排氣秘籍。臘腸灌成後要接受針灸療法，釘耙輕輕刺入腸身3分，既能擠走多餘的空氣，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。師傅們按照規格快速綁紮，草繩在腸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。如今，龍天是澳門唯一一個堅持本地生產的臘味品牌。年節時候，工廠日產量高達3噸，保證着澳門70%餐廳的臘味供應。4日先可以做到一個臘腸出嚟，咁如果係臘肉咧，就3日做出嚟。從前臘腸製作都是冬日限定，如今智能控溫車間的熱風烘焙技術，讓臘腸更容易乾透，實現了全年生產。我哋溫度咧，一般就係要喺攝氏50度以上啦。每日都會去記錄呢啲溫度啦。咁就算夜晚，譬如我哋收咗工咧，都可以喺網上面監控，咁睇下啲爐啊，啲核心溫度係幾多度啊。做好的切肉上腸，帶着玫瑰露香氣，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，彈牙有嚼勁，保留了獨特的地方風味，成為琳琅滿目的臘味中最受食客青睞的經典之選。整蘿蔔糕嘅都係整蘿蔔糕。嗱，呢隻咧就7-3肥，即係7合成瘦肉3隻肥嘅。呢隻就8，呢兩隻都係8。咁呢兩隻嘅分別就係用生抽，呢個就用頭抽，即係頭抽就再靚少少嘅豉油。又爭10蚊啫。人哋介紹嚟，咁我梗係試。你第一次介紹我唔係本地，我香港嚟嘅。澳門以前是香港和內地的中轉站。上世紀70、80年代的澳門臘味行業可以說是貨如輪轉，旅客返回內地及香港都會在澳門買手信。冬至的時候，臘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長輩的指定厚禮。